大家看一下，我们用的肥料和平时你看到的肥料一样不一样？大罐呢，这一罐是1吨，这个味儿是特别难闻。干嘛抽了？看这个肥料。能看见吗？味儿大了。味儿太难闻了。这个是液体有机肥。液体有机肥是什么呢？就是平常我们见到的肥料呢，都是固态的有机肥，但是呢，你用到土壤当中以后，不会马上被吸收利用。但是通过制作成液态了以后，你用上去以后，随时都可以吸收利用了。它里面含有有机质碳包括各种的中微量元素。这个味儿是什么味儿，曹老师？太香了，太香了。那没事，你多闻闻，太香了。用这种液体有机肥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把那些动物粪便呢，利用特殊的技术把它变成液体了，变成小分子状态，这样能立马被作物吸收利用，是做绿色无公害这个种植这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原料了。所以说，刚才司老师说是太香了，就是这个原因。这不是化肥。现在我们基地种番茄就已经不再用那个动物粪便去发酵做有机肥了，而是全部采用这种液体的有机肥，这个效果要比那个效果好很多倍的。这是昨天下午移栽的黄瓜黄瓜苗。现在这个大棚里面的温度是在27、8度正是2点左右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刚才看到这个黄瓜苗以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个发现呢？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地方，最高温度的时候，昨天下午栽的，正常情况下，这太阳一晒以后，是不是该萎蔫了？是吧？但是为什么你像这种黄瓜根本就没有萎蔫的迹象呢？原因是在什么地方？看看，是不是？实际上这一块不论是我们种黄瓜、种番茄，包括我们家庭里面种花、移栽花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之所以它萎蔫，是因为它的根系遭到了我们移栽的时候人为的破坏了。是因为啥呢？就是我们在栽苗的时候或者栽花的时候你栽上去以后用土压的时候，就怕压不实人为的使劲往下按。你这一按不要紧，你就直接把这个作物它的毛细根呢给它按断了。按断以后呢，它第二天它吸收不上水分，叶面它要不断的去蒸腾蒸腾水分，但是你根吸收水分吸收不上去，那水分从哪儿来呀？那只能从这个作物的身体里面本身储存的水分里面去蒸腾走你作物就萎蔫了。那你怎么办呢？那只能坚持个2、3天重新发新根，发完新根以后，然后苗慢慢再直起来，正常生长。如果它发新根发的不好，那有可能你就枯死了。所以说我们以后你种地的时候或者种花的时候只要是土埋了以后，你就浇水，通过水去把这个土壤的空隙给它填瓷实了，就 OK 了。朋友们看一下这是正在建的一个温室大棚，长度是100，跨度是22米总面积是2200平方，正在建。今天是10月17号，然后正在建的大棚，我们现在要做2个做2个，到12月下旬，我们要保证这个大棚
是绿意盎然啊，硕果累累啊，实际上也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并且还要做成无土栽培。现在里面啥也没有啊，就空空荡荡的。所以说时间紧啊，任务重。那么对于我们付老师种植团队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棚变成一个硕果累累的一个棚呢？我会每天去更新我这个视频，让大家去看到啊，我们如何去做的，每一步如何去做的。这是今天上午就开始把这个中间这个路啊，通过水泥去硬化，然后这一边呢，我们要做成立体的无土栽培的种植架啊，就是大棚的2侧。这样情况下，无论是观光啊、采摘呀，都会非常方便，也比较干净。种植的是茄果类，一个是番茄，那种附小式酸甜果番茄。第2个品种呢是千禧圣尼果，就是小樱桃番茄。第3个呢就是白茄子啊，白色的长茄子非常好看啊，然后也适合烹饪这一块。第4个呢就是那个彩色辣椒啊，第5个呢就是白色的黄瓜，一个新品种。这2个大棚啊，全部种上去。实际上这个大棚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说所有东西都是同步进行，赶工期啊，都在同步进行。外面的棉被还没上呢，但是有些已经上了，所以说都在加紧的去赶工期。今天是18号，我们的工人为了赶这个无土栽培的工期，现在这里面做成半成品，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无土栽培要到12月的底，要达到挂果这一块，所以没办法，因为那边的种植槽啊，那个还正在施工，所以说呢，只能在这个里边先临时过渡啊，过渡一下，过渡以后，然后再把这个搬到那个无土栽培的那个种植大棚里面去。这是一个袋子，一个袋子里面只栽2颗，这样栽1颗。这样栽1颗，基本上这个株距呢会达到一个25公分。排这个半个棚，也就是1亩多地，要栽8500颗左右。有些人担心太密，这个因为是一个过渡啊，在过渡的情况下，这是在这里面会待个20多天，所以苗还长不起来了，临时在这样，因为防止后期温度低了以后，就那个我们要刮2膜啊，如果整个棚稀的话，那你这个费工费力，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减少一些人工投入。